人已经到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转过去，我赶时间。好了，采菊店店主名不虚传，医术独步天下。回去告诉你们父亲，答应他们的事办完了。另外，你们5个不要再处心积虑的想嫁给我了，我有未婚妻了。你刚刚编的这个故事很精彩，5个非富即贵的大美女抢着要嫁给你，听起来像天方夜谭。没那么少，像他们这样想嫁给我的，应该还有10几个。陈浩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老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第一，我不是你老婆；第二，婚约是双方爷爷定的，我没同意，请你放尊重点。看够了没？这卡里有10万，算是对你的补偿。你我婚约取消。我不同意。对不起，他的手。你我婚事是你爷爷和我爷爷2位老人离世前的遗愿，要不我们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赌你半年内会爱上我。不行，顶多给你1个月。好，成交。你给我。什么？咱家钥匙，给我1份。我没地方住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有手有脚，没地方住关我什么事儿？不住一会儿怎么培养感情？行了，1个月后，我希望你能遵守约定。御景天府，这下有地方住了。陈先生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老钱，你这排场比我在修罗场见过的阵仗还大。先生取笑了，在先生面前，镇渊永远是当年那个被人追杀、走投无路的丧家犬。说说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小女照片，请先生无论如何要见小女一面。怎么，你也想把女儿嫁给我？他叫巧，不敢奢求陈先生能够娶我女儿。若有时间帮忙管教一二，镇渊便也知足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眼下我还有别的事儿，下次再说。恭送陈先生。这就是我老婆的房子，可真够大的。宝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看，我的新面膜效果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谁？小偷！不是小偷。我是她闺蜜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他未婚夫，有房卡。骗人！叶飞什么时候有未婚夫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我的初吻！老婆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是个意外。陈浩，你能闭嘴吗？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。好吧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一菲宝贝，怎么了？云城项目出事了，帮帮忙，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一菲宝贝，云城项目不是很早就定下来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出事？负责项目的孙总卷款跑路了，现在工地停工，供应商堵门要债，银行那边也打电话来催款。我爸为这事儿已经急得住院了。那得多少钱才能填上这个窟窿？至少3个亿。3个亿而已，至于愁成这样？陈浩，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3个亿不是3万块，你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人，知道3个亿是什么概念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不多。喂，老钱，对，是我。云城那个项目，秦家的，你知道吧？好的，先生。出了点小问题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行了，搞定。老婆，我睡哪间房？你刚才
给谁打电话？一个老朋友，怎么不相信他能解决？陈浩，你装给谁看？3个亿的窟窿，你一个电话就能解决？你以为你是谁？首富吗？喂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钱爷，关于您那个贷款延期的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菲宝贝，怎么了？什么钱爷？金海的钱振渊，钱爷亲自打了招呼，贷款延期半年，供应商那边替我们先垫了款。天哪，钱爷！你认识钱振渊？认识啊，挺熟的。怎么认识的？说来话长，简单说，就是他欠我一条命。陈浩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老婆，你问。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目前确实无业，以前嘛做过一点小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就什么赚钱做什么，军火什么都沾过一点。军火？你怎么不说你是雇佣兵头子？也干过一段时间，不过那行太累，后来就不做了。陈大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钱爷真是你小弟？徐静，你有没有点脑子？这种鬼话连篇你也信？我大概猜到钱振渊为什么要帮我。金海集团一直想要我手上的股份，这3个亿我如果还不上，他就有理由拿走我的股份。原来是这样。老婆，昨晚没睡好，是不是想我想的？少自作多情，我认床。哦，认床。那今晚我陪你睡，你就不认了？那个，我是不是该回避一下？老婆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大概2、3天。去哪儿？怎么，舍不得我？谁舍不得你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我没关系。钱振渊不是帮了你吗？我得还这个人情，替他管教一下他女儿。别到时候这些话传到钱振渊耳朵里，我可救不了你。老婆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谁是你老婆？我们只是暂时同居而已。行，那就暂时同居，等我回来。你要不要跟踪一下，看看他到底去干嘛？我没那个闲工夫。我约了金海分公司的王总，看看金海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。陈县长，一路辛苦，本该亲自去接你，又怕太过招摇，引人注目。不必，人呢？在后院。先生，小女性子有些特别，这几日不知从哪儿听说我要把她嫁人，就闹着把自己关起来了。我实在拿她没办法。有点意思，走吧，去看看。老爷，小姐还是不肯出来，也不让我们进去。又怎么了？小姐说她要亲自迎接贵客，让我们都走开。你就是我爸说的那个陈先生，比我想象中年轻嘛，也比我想象中帅。你就是老钱的女儿，比照片上活泼。人家早就学坏了。巧儿，这是陈先生，你坐啊，来都来了，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你比你爸有趣多了。你爸说你脾气倔，我看不只是倔。行吧，我摊牌，我压根没打算嫁人，也不想被管教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爸把你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你有多厉害多厉害，正好我需要个保镖。爸，我们走啦，晚上不用等我吃饭。这丫头要是能拿下陈先生，我钱家百年无忧啊！陈先生，这个好看吗？又是你就不能换个词？好看。算了，当我没问。巧儿，上次我约你吃饭，你说身体不舒服，今天怎么有空逛街了？看来是身体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确实忙。这位是我男朋友陈浩，陪男朋友嘛，再忙也得抽时间。巧儿，你什么时候眼光这么差了？天赐哥，陈浩他虽然现在没工作，但他对我可好了，而且他打架特别厉害，一个人能打10个呢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还打架？真有本事的人，动动手指头就能让对手倾家荡产。哼，巧儿，别闹了。我最近新买了一辆限量版超跑，带你出去兜兜风。
比跟这种穷小子逛街有意思多了。他说了不想去。放手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小子，你活腻了？你确定要得罪他？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人家哪有？人家只是想看看陈先生的本事嘛。大喊！这种苦惨子！好，有两下子，怪不得敢在老子面前嚣张。不过小子，你以为会打架就了不起？老子一个电话能叫来100个人。差不多了，要不你给他道个歉，这事就算了。钱巧儿，你想看我的本事，那我就让你看看。小子，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叫我一声爷爷，我还能考虑饶你一条狗命。你的人什么时候到？什么？你不是打电话叫人了吗？什么时候到？你他妈还真不怕死啊！行，你等着，最多5分钟。好，我等。陈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故意拱火的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会怎么处理，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叫人。不过下次想试探我，直接说，别绕弯子。那周天赐的人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看着就知道了。韩叔，您来了。就是那个小子。韩叔，这小子有点功夫，我2个跟班都被他打趴了，您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年轻人，习武之人恃强凌弱不是正道。你现在给周少道歉，我可以不出手。你练的是洪拳，师承岭南一脉，看你呼吸，应该有30年功力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我的师承？你右肩有旧伤，每逢阴雨天便隐隐作痛。你的拳只有巅峰时期的70%威力。年轻人眼力不错，但眼力归眼力，手底下的功夫才是真本事。请出手吧。一招。你的拳太慢了。多谢手下留情。你别过来，我爸是周。我知道，周氏集团金海商会副会长，他要是想替你出头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陈浩，一飞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打他电话也打不通。他说今天去跟金海分公司的王总谈事情，约在威斯顿酒店，可现在都快10点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马上过去。我老婆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你有老婆？未婚妻。你自己回去，路上小心。不行，我也得去看看。秦总，再喝一杯。你云城项目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3个亿的窟窿，我们金海可是帮了你大忙啊。王总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今天约您想知道钱爷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是股份的事儿，不急不急，咱们先喝酒，喝尽兴了，什么都好谈。秦总，您要是不喝，那就是看不起我王某人。好，秦总好酒量，再来一杯。王总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秦总，您这是喝多了，要不我送您上楼休息。你放开！救命啊！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把手放开！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命令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金海分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是钱爷的人。你敢动我，钱爷不会放过你的。钱振元的人，没错，钱爷是我老板，识相的，现在就跪下给我道歉，再把那个女人留下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王德发，谁允许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您来的正好，这个疯子冲进来就打人，您快叫保安。你刚才让谁跪下道歉？我让他。王德发，你知不知道你面前这个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他就是我爸找了5年，想请都请不来的那位陈先生。
陈先生就是那个钱爷的救命恩人。你自己打电话给我爸，还是我帮你打？陈先生，我错了，我永远不识泰山，我该死，求您饶我。陈浩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我不想再在金海看到他。知道了，陈先生，我会处理好的。爸，有件事要您处理一下。王德发动了陈先生的女人。陈浩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就知道，怪不得钱真渊会帮我，是因为你傍上了钱家的大小姐吧？3个亿，人家说垫就垫，原来是这样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陈浩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，我警告你。别动。怎么回事？应该我问你，有人想杀你。陈浩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专业的，看身手应该是特种兵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报警。报警来不及了。闭上眼睛，数到30，然后睁开。我不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？相信我。血色龙纹，他是不可能，那个人5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他是执剑人，裁决殿的那位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5年了，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，一起上吧。黑金会谁雇的你们？黑金会的规矩从不透露雇主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没用了。你身上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以前留下的疤。一菲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听到外面有声音。我们先进去吧，外面冷。那些杀手是冲我来的。别担心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又来了。陈浩，外面是什么人？你别去，万一是刚才那些人的同伙。老婆，你担心我？谁担心你？我只是怕你死了，没人给我解释清楚这些事儿。放心，能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。一菲，陈大哥他不会有事儿吧？我不知道，这些人是什么来头？店主，属下来迟，请店里知罪。起来说话。店主，属下无能。天机堂在金海的情报网没有及时发现黑金会的异动，若非今晚截获他们的通讯信号，属下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对您出手了。店主，青木堂已调集裁决殿东南3省的全部力量，只需您一声令下，黑金会在金海的资金链、产业、关联企业将被连根拔起。店主，属下斗胆召集武神堂300侍卫，请命踏平黑金会金海分舵。行了，都别这副表情，几个不入流的杀手而已。要是我连他们都收拾不了，这个执剑人也不用当了。店主，黑金会胆敢对您出手，这已经不只是几个杀手的问题。朱雀说的对，说明他们背后有人撑腰。黑金会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他们动我可以，动我身边的人那就不死不休。属下明白了，属下这就加派人手，24小时保护里面那位。先生，明天金海商会有个酒会，金海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，您来散散心。秦一飞也收到了邀请，秦总应该收到了。好，我会去的。穿上西装，总算像个人了。老婆，你这是在夸我吗？
谁是你老婆？在外面别乱讲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吃软饭的吗？怎么，钱家大小姐玩腻了换人了？秦总，我劝你离这种人远点儿。你知道他在金海得罪了多少人吗？周少，我的事不劳你费心。秦总，我是为你好，这小子得罪的人你惹不起，不如你赔我1万，我保你在金海平安无事。你敢打我？上次在商场你嘴贱，我放你一马。今天你嘴更贱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教训。你他妈找死！在我周家的地盘，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你疯了！周天赐他爸儿子，这事没法收场了。他侮辱你，这巴掌他该挨。爸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小子动手打我。爸，不成器的东西，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，丢尽周家的脸，这一巴掌是该教训。年轻人，我儿子不成器，我替他教训。但是，我周海的儿子，我自己能打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动他？年轻人，我调查过你，陈浩，无业，来历不明，身手不错。在商场打了我儿子的保镖韩烈，但你知道金海是什么地方吗？金海商会掌控着整个东南地区的商业命脉，我周海一句话能让秦氏的银行贷款全部断掉，能让秦一方的公司在1个月内破产，你信不信？周会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不懂事，得罪了周少，请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我替他道歉。秦总，你替他道歉，诚意不够啊。不如这样，今晚我在楼上开了间套房，你过来陪我喝几杯，喝尽兴了。这事就算。爸，这主意好，让这小子看着自己女人陪您喝酒，比打他一顿还解气。我答应你，只要周会长放他一马。老婆，站后面去。陈浩，你别逞强了，周海在金海的势力，我们惹不起的。你说完了？怎么还想动手？我知道你能打，韩烈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有些事儿不是能打就能解决的，在金海，我周海就是天，我一句话能让你们寸步难行。你打我儿子的那巴掌，我要你用10倍的代价还回来。周会长，好大的排场！钱振元，这是我和他们的事。陈先生是我钱家的贵人，你动他，就是动我钱振元。原来是有钱振渊给你撑腰，才让你这么有恃无恐。你跪下给我儿子磕3个响头，承认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做到我放你一马，做不到的话，1个月之内我让秦氏在金海彻底消失。周海，你不要引火烧身。怎么，我已经打算留他一条命了，还不够吗？周会长，你刚才说让我跪下抽自调，我承认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哼，妈，终于想通了。想通了。你敢打我？周会长，你刚才说在金海你就是天，我告诉你，天外有天，这一巴掌是让你长记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他！年轻人，我说过，有些事不是能打就能解决的。你打我那巴掌，我要你用命来还。周会长，求求你不要伤害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求你放下枪。秦总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周海，让你的人把枪放下。钱爷，我已经够给你面子，但这小子今天必须留下点什么。周海，我再说一遍，把枪放下，否则从明天开始，钱家与周家全面开战。掂量掂量，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？好，我卖钱爷这个面子，他的命我留下。但是他打我的那只手必须留下，钱爷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周海，年轻人，选吧，留下一只手，还是留下一具尸体？老婆，不用担心，交给我。周会长，你确定这玩意儿能伤到我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动手！你刚才说让我留下一只手，我寻思着，与其留我的手，不如留你枪的零件，你觉得呢？
周会长，你拿把烧火棍吓唬谁呢？我当年在海外混的时候，被坦克炮塔瞄准过，被武装直升机追过，被火箭筒怼过脸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连眼睛都没长一下。你今天拿把破手枪就想让我留只手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周会长，你今天动了我的人。周海，在陈先生这样的高手面前，他若想杀你，谁也拦不住。陈先生，秦总，今天的事儿是我周海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高抬贵手。老婆，走吧，这酒会没什么意思。回家。陈先生，今天的梁子结下了，咱们来日方长。不成器的东西！今天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那个陈浩什么来头都没摸清楚，你就敢惹？爸，那小子不就是能打吗？我有个主意，秦一飞他爸不是病了大半年吗？负责给他治病的孙教授是咱们金海商会医疗顾问团的人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孙教授撤了，秦家那老头就等死吧。到时候秦一飞还不得跪着来求咱们？还有秦氏那个云城项目，虽然钱振轩帮他稳住了，但只要咱们在供应链上卡他几刀。云城项目的事先放一放。我今天收到消息，裁决殿3大堂主亲临金海，一个不落。裁决殿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执剑人，裁决殿之主，域外第一高手。当年一个人屠了海底炼狱，血流成河，连海外那些雇佣兵王听到裁决殿3个字都得绕着走。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裁决殿青木堂掌控天下财富，这次来金海是要整合金海商会，选一个话事人出来。只要我能搭上裁决殿这条线，成为金海商会的代表，区区一个钱振元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爸，那陈浩……等我坐稳了金海话事人的位置，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孙教授那边，你去打招呼，先给他们一点教训。但裁决殿的人到之前，不要节外生枝。陈浩、秦一飞，等老子搭上裁决殿，看你们怎么死！我爸病了半年多，今天正好是他复诊的日子，顺便让你见见我爸。孙教授，您不能走啊！老爷的病全靠您了。孙教授，是老爷治不好了，你给句话呀！孙教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之前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？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若继续给秦先生治病，就是跟那位过不去。难道是？秦总，周家是你们能惹得起的吗？秦一飞，你疯了！你在外面得罪了周家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爸的命就攥在孙教授手里？你是不是想害死你爸，不早点继承家产？孙教授，求求您，我爸的病不能拖，求求您了，别走！整个金海，谁敢接你爸这个病人？我劝你去给周家低个头，认个错，趁早。对对对，你去给人家磕头认错，别连累你爸。他治不了，我治。你治秦先生的病？你知道秦先生得的是什么病吗？不知道，看了才知道。秦先生的病除了我，没人能治。我行医30年，是金海商会首席医疗顾问，帝都协和医学院客座教授。你一个毛头小子也敢说能治？这就是你在外面找的男人，口出狂言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看你不是想救你爸，是想早点把你爸送走，好跟你一起继承家产吧？你闭嘴！你真的会医术？会一点，不过比你想象的多一点。可是孙教授说，你信他还是信我？我信你。哈哈哈，信他？一个连医师资格证都不知道有没有的毛头小子！秦总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他这一上手，你爸出了任何问题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秦一飞，你疯了！你真要让这个来路不明的小子动你爸？你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财产我要分一半。
卖诊这种老古董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。我话放这儿，你要是能把秦先生的病治好，我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，喊你一声爷爷。行，一言为定。亦菲，老爷，你可算醒了！这些天我可担心坏了，日日夜夜守在您床边。老爷，我虽然躺在床上，但你们说的话，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好分家产是吧？不是的，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管家，老爷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我秦家的人。不要丢下我啊，老爷！年轻人，是你救了我。举手之劳。五行导引术，这是失传了上百年的古法推拿，你怎么会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忘记刚刚答应我什么？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爷爷受孙儿一拜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爸，出事了。说，孙教授那边，秦家那老头被治好了，不是孙教授治的，是陈浩，他亲自出手，用一种什么失传的古法推拿，把秦老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孙教授当场给他跪下了。倒是我小瞧了他，不过无妨。裁决殿青木堂那边已经回了消息，真的？青木堂堂主答应整合金海商会，明天召开峰会，金海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，而裁决殿在金海的话事人大概率是我。爸，那咱们周家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？等坐稳了这个位置，陈浩、秦逸飞、钱振渊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在金海得罪我周海是什么下场。逸飞，你真要去参加那个峰会？不去不行。周海一旦成了裁决殿的话事人，秦氏在金海就真的寸步难行了。我必须去想办法化解这个梁子。可是周天赐那个混蛋上次在酒会上就……你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。店主，明天金海商会峰会，周海大概率会被推举为话事人。青木堂那边的消息，周海已经私下接触过多次，许诺了重礼。我有更合适的人选。秦总在金海商界资历尚浅，若要与周海抗衡，我老婆比周海合适多了。店主既然决定了，属下自当全力配合。武神堂会确保峰会当天的安全。明天看看周海还能笑多久。秦逸飞呢？他一早就去参加峰会了，说怕你去了激化矛盾，故意没叫你。逸飞让我看好你，说你脾气太冲，万一在峰会上跟周家的人对上，事情就没法收场了。那你放心，他一个人去。那我也劝不住他。走，我们也去。可是咱们没收到邀请，进不去的。那个峰会是裁决殿组织的，安保级别很高的。谁说我没有邀请函？这裙子是不是太紧了？你穿这一身才像个大人。你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像个大人？这叫性感，性感懂不懂？差不多意思。你算了，懒得跟你计较。待会儿你要是被赶出来，可以考虑投奔我。我最近正好想养个小白脸，你这身材勉强够格。你养得起我？那当然，姐虽然比不上你家秦逸飞，但养个把小白脸还是绰绰有余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吃软饭的吗？陈浩，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这个场合都敢来捣乱。又换了一个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！陈浩，你知道今天这个峰会是谁组织的吗？咋了？这里是你家地儿啊？牙尖嘴利，裁决殿听说过吗？执剑人裁决殿之主，青木堂掌控天下财富，武神堂3000使未可敌一国精锐，这样的存在，你惹得起吗？你确实能打，看你能打得过武神堂的人。钱振渊有钱，他的财力比得上青木堂一根手指头。
今天裁决殿3大堂主亲临金海，我周家即将成为裁决殿在金海的话事人。陈浩，要不咱们还是走吧，这些人我们惹不起。陈浩，你知道秦逸飞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在楼上给我念敬酒呢。秦总为了化解梁子，可是下了血本啊，那身段的姿态。还敢打我老婆主意？这一巴掌你挨得不远。好，陈浩，你他妈真是找死！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都怪我没看好他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？这是裁决殿组织的峰会，裁决殿要动你，钱振渊也保不住你。那就等裁决殿的人到了，看谁倒霉喽。你知不知道周海马上就要成为裁决殿在金海的话事人了？这不是闹着玩的，趁他们还没来，你赶紧低头认个错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认错晚了，年轻人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周家，你敢在这里动手，就是与裁决殿为敌，倒是省了我费心思。周会长，求您高抬贵手，今天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我愿意补偿周少，多少钱都可以商量。补偿好啊，老婆，跟这种人渣谈条件不值得。可是，陈浩，这些东西都是各大势力献给裁决殿殿主的压箱底缴报，你弄坏一件就是10条命也不够赔。这些东西听说都是各大势力压箱底的宝贝，平时一件都难得一见，今天全摆出来了。陈浩，你别闹了，这些东西真的惹不起。裁决殿执剑人，那是传说中的人物。是啊，陈大哥，你没听他们说吗？这些东西都是献给那位店主的，你要是弄坏了，咱们真的会死。老婆，这些玩意儿你看上哪件了？我哪件都看不上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这种货色我都瞧不上，你看不上也正常。把出入口全部封锁，一个都不许放出去。陈浩，我知道你能打，你能从这儿杀出去，但是他们2个跑得掉吗？你能护得住吗？陈浩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打呀！哈哈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带着2个女人杀出去。年轻人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，给我儿子磕头认错，再把姓秦的女人留下，我可以考虑放你和那个姓徐的离开。周会长，气大伤身啊！钱振渊，我劝你不要引火烧身。今天这个峰会是裁决殿组织的，裁决殿3大堂主亲临金海，你敢在这里跟我作对，就是跟裁决殿作对。你钱振渊惹得起裁决殿吗？周会长说的对，裁决殿的事儿，我钱振渊确实惹不起。今天这事儿我不掺和。哈哈哈哈！钱振渊，你也有怂的时候。哈哈，陈浩，连钱振渊都不敢保你了，你还有什么倚仗？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，都怪我，我应该拦着他就好了。爸，青木堂的人到了。陈浩，你死定了！青木堂堂主亲临，你今天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。等收拾完你，秦逸温和那个徐静，老子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青木堂主大驾光临，周某有失远迎。天机堂、武神堂3大堂主都来了。陈浩，你他妈今天死定了！能让裁决殿3大堂主亲自出马，你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店主，起来吧。周会长，裁决殿的话事人，你们周家还想要吗？
小人该死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求店主饶命。回家再跟你解释。青鸾，属下在。周家从金海商会出名，金海话事人由秦逸飞接任。属下领命。我不行。周海啊，周海，我提醒过你，你不听，现在知道了吧？有些人是你惹不起的。千叶，周会长请您到贵宾室一叙，说想请您牵个线，向陈先生赔个不是。他现在才想通，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算了，陪你走一趟。陈先生虽然不是小气的人，可你跟他的过节太深了，我最多帮你搭个线，能不能成，还得看你。千叶，你跟那个陈浩认识多久？5年多了。当年我被人追杀，是陈先生救了我，没有他，我钱振渊早就死在海外了。原来你5年前就搭上了裁决殿的线，是我坐井观天了。可惜呀，我跟他的矛盾已经无法化解。什么意思？这世上并非没有其他势力能够抗衡裁决殿，恰好他们找上了我帮忙。有神社为我撑腰，裁决殿不是不能硬汉。事情已经办妥了，剩下的就看大人那边了。患者脑部受到重击，颅内有淤血，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处理，但目前仍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。至于什么时候能醒，不好说，可能几天，可能几周，也可能……陈先生，求你帮我报仇。巧儿，照顾好你爸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你在这儿陪他，我去就回。店主，查清楚了。查清楚了。周海约钱振渊去周家别墅，说是要谈和。支开所有保镖后，他的手下从背后袭击了钱振渊，然后将人从2楼窗户扔下去，伪造成意外坠楼的现场。周海已经连夜转移了周家的大部分资产，他名下所有公司今天下午全部申请了破产保护，现金、股票、不动产能动的都动了，他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。店主，他不是在泄愤，他是在激怒您。他背后是谁？属下截获消息，周海3天前和黑金会人员秘密会面，地点在金海郊外废弃工厂。黑金会答应保他性命，条件是在您面前演戏，激怒您，引您前往周家老宅。黑金会向来拿钱办事，周家还没资格驱使他们，背后另有其人。其中8名退役特种兵，2名狙击手，余下皆是久经沙场的雇佣兵。店主，给属下3天时间，属下率武神堂300侍卫踏平周家，一个不留。3天，我等不了3天。他动了我的老兄弟。你们留守医院，护好秦逸飞和钱巧儿。不愧是裁决殿殿主，这些废物连拖延您1分钟都做不到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姓夏，黑金会在金海的联络人。店主
有人想请您喝杯茶。他是谁？您进去就知道了。当然，您也可以选择不进去。不过，店主，请吧。您的老朋友等您很久了。他跟这件事没关系，放了他。店主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没有伤害他，只是请他来做客，顺便担心您不来。请。没事了，去外面等我。可是，去。你们知不知道挑衅裁决殿的下场是什么？说吧，到底谁雇的你？您猜不到吗？裁决殿的执剑人得罪过多少人，您自己应该最清楚。神社，不愧是店主，一猜就中。神社出的价钱我们无法拒绝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黑金会一直被裁决殿打压，若能杀了你，自然一举两得。执剑人不过如此。您老的幻术已然登峰造极，连执剑人都抵挡不了。动手吧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挣脱？你的幻术比起深渊里的心魔劫差远了。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店主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您杀了我，神社还会派别人来。您能护住身边所有人吗？那个姓秦的女人，那个姓徐的女人，您能让他们一辈子不出事儿？不如这样，您放我走，我们和社的交易就此终止。黑金会从此不再踏入金海一步，再也不会打扰您和您身边的人。有道理，不过我不跟畜生谈条件。店主，我们的人在外围没找到周海父子，他们像是人间蒸发了。继续查，他们肯定没离开金海。山田先生，周会长别来无恙。山田先生取笑了，我现在哪还是什么会长？一时的得失不必放在心上，神社对朋友向来慷慨。山田先生，您愿意继续帮我们？当然，周会长是金海的老人，人脉资源都是宝贵的财富。神社要在金海扎根，需要周会长这样的地头蛇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山田先生愿意帮我们，我们有救了。山田先生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秦氏生物公司在研究一个叫涅槃的绝密项目，我需要这个项目资料，而且我知道周会长在秦氏集团安插过眼线，把这枚棋子交给我来用。周会长，你就放心吧。爸，太好了。山田先生说了，你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，怎么护得住神社的生意？废物，没资格谈条件。陈先生，这一杯酒我敬您。如果没有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只是可恨，没能亲自手刃周海。周海父子的死跟我没关系，我也纳闷是谁干的。大恩不言谢，以后陈先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来。我是有老婆的人。不还只是未婚妻吗？实在不行，我……乔儿，你喝多了，别开这种玩笑。陈先生，说正事。Janice 最近频繁接触秦氏生物公司的人。谁？还不知道。转账账户是海外离岸公司，层层填烫，追查需要时间，但我的人正在查，最晚明天会有结果。你查这些，不怕惹火烧身？我爸的命是您救的，您要对付的人，就是我钱巧儿要对付的人。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一定。我有事先走了。
第一次主动帮男人，居然是为了另一个女人。跟了3条街了，出来吧。师姐，流氓！师姐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是你先动手的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你衣服这么滑？你还说？行行行，我闭嘴。3个月前，师傅夜观天象9月15，龙脉将起，神社复苏。他推演之后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而姓秦的那丫头手里有龙脉的钥匙，他怎么会有？难道是？9月15亥时，神社会倾巢而出。师弟，如果有危险就回山上，有我们在，谁也奈何不了你。话已带到，我走了。9月15，只剩10天了。秦总 ，Janice 那边又来催了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们不接受收购，就终止所有原料供应。这是第3封正式函件了。Janice 的背景查清楚了吗？查到了 ，Janice 是樱花国注册的企业，表面上是生物科技公司，但背后的实际控制方是一个叫神社的组织。这个组织很神秘，情报显示它可能涉及一些非公开的跨国的灰色活动。神社，你先出去吧。你来的正好 ，Janice 的事儿你怎么看 Janice 不是冲秦氏来的，是冲涅槃来的。涅槃还在研发阶段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对于那些组织而言，这根本不是秘密。神社的情报网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涅槃这么执着。你爷爷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不想你卷入其中。你爷爷秦正渊20年前和我师父一起守护着龙脉的秘密。龙脉是大夏国运的根本，也是某些境外势力觊觎了几十年的目标。后来陈涉觊觎龙脉，派人追杀他们。师父重伤，你爷爷带着涅槃的秘密逃回国内，开了这家生物公司做掩护。涅槃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商业利益，所以，我一直在研发的不是药物，而是一把钥匙。是，你爷爷把它留给你，是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龙脉，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。但他没想到神社会这么快找到你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爷爷临终前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，他求我保护好你。秦总，对不起打扰了，但是外面来了一个人，自称是 Janice 的总裁山田龙一，他说要见您。秦总久仰，陈先生幸会。废话少说，你要涅槃的配方。陈先生果然爽快。不过在谈生意之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。听说陈先生身手不错，想请教一二。神社执事鬼牙，这把刀斩过47人，你是第48个。刀不错，可惜跟错了主人。陈先生，请走。今天的事是山田鲁莽，我代表 Genesis 向二位道歉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二位，涅槃的信息神社势在必得。今天我来谈是给二位机会，下一次来的就不是我了。他们还会再来？会，而且下一次来的人会更强。经度、纬度，还有一个参数是什么？找到了，第3个参数不是空间坐标，是时间。23.00。我破解了，
涅盘里藏的那个坐标指向金海老城区的一座废弃道观，怎么了？叫太虚观，近期要拍卖。涅盘是钥匙的地图，真正的钥匙或许在太虚观。所以陈设真正想要的是这把钥匙。是，你继续查太虚观资料，明天我去接你，我们实地看看。好。秦总，太虚观拍卖的竞抛名单出来了，拿给我看。参与的企业比预期多了10几家，而且全是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。整个金海没人敢跟我们抢。这些海外公司背后是谁？我托人查了其中2家，资金源头都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京都骆家。少主，太虚观的竞拍已经安排妥当，金海本地的企业全部退出，剩下几家海外公司都是我们的壳，没人能查出关联。不管花多少钱，这个地方骆家要了。不过少主，有件事，太虚观现在的持有者是秦氏生物的秦逸飞，他同时也是裁决殿在金海指定的画事者。裁决殿，海外那些野路子也配在大夏摆谱？再牛逼的海外势力，到了大夏，是条龙都得给我盘着。少主，大小姐那边真的不用知会一声，毕竟太虚宫的事是她交代的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我姐亲自交代的任务，太虚宫必须拿下。我要是办成了，以后在骆家，谁还敢说我是靠姐姐的废物？少主英明。不过那位裁决殿主，传说中的执剑人，恐怕不好惹啊。据情报，此人曾在海外一人屠了海底炼狱，战力深不可测。我姐是谁？大夏那位守护者的亲传弟子。我姐说过，真要对上执剑人，她也不一定输。海外战神也就那样。那属下要不要提前联系大小姐，说您已经到了金海？不用，我姐9月15会亲自来金海，到时候太虚观已经在我手里了，正好给她一个惊喜。这个女人是裁决殿的画事人，有意思。拍卖会之前把她带来见我。原料供应那边，我们需要在月底之前找到替代方案，否则……秦总，有人来访，我说了您在开会，但他们……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在开会，请你们出去。秦小姐，骆家少主请您过去一叙。我不认识什么骆家少主，有事预约，现在请你们离开。我要报警了！秦小姐，少主说了，这不是商量。把人放下。裁决殿的人，天机堂堂主朱雀，阁下是哪位？骆家骆七。天机堂堂主不过如此。店主，属下无能。别说话，伤得不轻。店主，属下已经派人跟着了。秦总被带去了金海国际酒店，动手的人自称骆七，骆家的人。骆家，走，带我去看看，是骆家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的人。秦总，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跪下，给我倒杯酒。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。休想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站住！老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知不知道这是谁的房间？少主，他是裁决殿的人。你是骆家的人，京都骆家。不错，这位便是骆家少主。骆清寒是你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我姐的名字？没什么，只是确认一下。既然知道我姐，识相的跪下磕3个头，把你女人留下。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你姐没教过你出门在外要懂规矩吗？有意思。洛七，陪她玩玩，别打死，留一口气。我要让她看着我是怎么让她女人给我倒酒的。是。
小子，你能死在我权力之下，也算你的荣幸。一招，你是执剑人？就算你是执剑人又怎样？我是洛家少主，你动我，就是与整个洛家为敌。我没打算动你，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。算你识相。既然你知道了洛家的分量，那就带着你的人走吧。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。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说到此为止，是说不追究你绑架我老婆的事。但是你打伤了我的人，这笔账得算。陈浩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洛家千年望祖，大夏开国元勋之后，你一个海外来的野路子也敢跟我算账？说完了。裁决殿在海外再牛逼，到了大夏也不过是无根之鹏。我洛家一句话，能让你的裁决殿在大夏寸步难行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你打伤朱雀的那一掌，用的是洛家的开扳手，那我废你一条胳膊，也算公平。3个月内不要动武，3个月后这条胳膊还能用。多谢店主手下留情。老婆，回家。你姐来金海的时候，告诉她，她欠我一个人情。陈浩，我要你死！少主，要不要联系大小姐？废物，联系我姐干什么？让她知道我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以后在洛家怎么抬头？给我拨三叔的电话，他在省城，最晚明天就能到金海。是少主。陈浩，你等着，等我三叔到了，我要你跪在我面前，把今天的屈辱100倍奉还。还害怕？有一点。那个洛迎天是什么人？京都洛家的少主，一个被惯坏的纨绔。你认识他姐姐？嗯。亦菲在吗？亦菲在里面。徐静，怎么了？我家把我赶出来了。洛家给金海所有家族发了消息，不准任何人跟裁决殿沾边。我爸收到消息后，让我立刻跟你们划清界限。我不肯，他就把我赶出来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们连累了你。我早就看那个家不顺眼了，正好以后我就住你这儿。亦菲，你不会赶我走吧？当然不会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听说有人今天受了委屈，我来陪他喝酒。我也收到了洛家的消息，钱家如果继续跟裁决殿合作，洛家会封杀钱家所有生意。不过我爸说了，钱家的命是陈先生救的，洛家想动，让他们来。看来今晚有人比我先到，我先来的。那正好，3个人1瓶酒不够，陈先生，麻烦再去拿几个杯子。 3个人挤沙发多不舒服，要不我吃点亏，4个人一起睡。滚！干杯！陈浩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们别乱跑，在这等我。三叔，就是他！骆家，骆黄远，阁下就是裁决殿执剑人。 正是。昨天的事儿是凌天不懂事，我代骆家向陈先生赔个不是。三叔，他卸了骆七一条胳膊，您给他道什么歉？闭嘴！不过，骆七是我骆家的人，他被打伤，我这个做长辈的不能不闻不问。陈先生，我与你过3招，无论胜负，此事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可以。三叔，好好教训他。
哈哈，什么执剑人，不过如此。能硬接我一掌，年轻人，不错。继续。方才我只用了70%功力，接下来我不会留手了。什么狗屁执剑人！我看第3招就要被我三叔给必杀了吧！ 2招了，第3招换我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技不如人，心服口服。陈先生，今天的事儿，骆家记下了。三叔，我们走。等等，骆凌天还没道歉。我是骆家少主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道歉？陈浩，你别以为能打就了不起。我骆家在大夏的根基，不是你一个海外莽夫能想。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替你姐教训你。她要是知道你干的这些事，下手只会比我更重。滚吧！ 三叔，那个陈浩到底有多强？他打我的那一拳，最多只用了70%力。那我姐打得过他吗？不知道，也许不能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整个骆家除了清寒小姐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凌天，把这事儿告诉清寒吧。告诉他，让他知道我这个弟弟被人打了，还手都还不了。以后我在骆家怎么抬头？唉，算了，你好自为之。金海的事儿我不管了。 少主，外面有个人要见你。不见，让他滚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闯到这里来！骆少主，别生气，自我介绍一下，神社山田龙一，我有办法帮你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救命啊！亦菲还没到，秦总比我们早出门20分钟，按理说应该到了。路上会不会堵车？陈先生又见面了。你是在找死？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秦小姐中的是骆家的独门秘药7日醉，没有解药，7天之后药石无医。整个大夏只有我骆家有解，所以你最好对我客气点。太虚观的竞标你退出，作为交换，我把解药给你。另外，你还得给我磕个头。你疯了！你不想要他的命了？没有骆家的解药，他必死无疑。你的胳膊还没好，想彻底伤重。你再打我一下，我保证你永远拿不到解药。这就对了，陈浩，你确实能打，但那又怎样？你女人的命在我手里，现在条件变了。他们2个，你选一个，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就把解药给你；否则，你就等着给秦逸峰送别吧。你说完了？什么？陈浩。 不可能！你怎么会解？独门秘药，我从小就用过。这药的配方，你们骆家从哪来的？放开我！我是骆家少主。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私自禁锢我爱人，对她投放异常药剂，还胁迫我身边的人顺从你的无理要求。你说？ 我该干什么？
我姐马上就到了，你敢动我，我姐不会放过你的，她会杀了你，她一定会杀了你！啊！你毁了我的根基，你毁了我的根基！哎呀，骆少主，这是怎么了？骆家主，我们来晚了一步啊！早就听说裁决殿的执剑人目中无人，没想到连骆家的少主都敢废，这分明是要让骆家绝后。是你动的手！我说不是，你也不会信吧？所以那么多废话干嘛？好一个裁决殿，敢碰我骆家少主，你是要与整个骆家为敌！你骆家是作威作福惯了吧？只许你们碰别人，不许人还手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交出这个女人，自断一臂，骆家可以不追究；第二，骆家联合大夏5大世家，全面封杀裁决殿在大夏的一切势力。选吧。陈浩，骆家联合5大世家，裁决殿在大夏真的会寸步难行。5大世家如果同时发力，我们的资金链能撑多久？最多3个月，而且金海的所有项目都会停摆。资金链一旦断裂，连锁反应会波及整个东南地区。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武神堂的人不怕死。骆家主，看来裁决殿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陈涉虽然远在海外，但若骆家需要，山田可以调集资金和人手，助骆家一臂之力。不必，骆家千年底蕴，收拾一个海外势力，还不用外人插手。年轻人，最后问你一次，交人还是开战？开战，你说了不算。哈哈哈！我身为骆家家主，这点话语权还是有的。既然你执意找，那就怪不得骆家了。传令下去：第一，骆家旗下所有产业即刻终止与裁决殿的一切合作；第二，通知5大世家，骆家提议全面封杀裁决殿大夏的所有业务。是。陈浩啊，陈浩，你也有今天！我早就说过，裁决殿在大夏不过是无根之棚，你以为能打就能解决一切？现在好了，骆家一怒，你的女人保不住，你的裁决殿也保不住。陈浩，你不必为了我。没事的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动。她就是骆家大小姐，大夏守护者亲传弟子。正因骆清寒的身份，骆家才能稳坐京都5大世家之一。他是守护者关门弟子。清寒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点小事不必劳烦你亲自出马。小事？骆家差点被人当枪使，还叫小事？什么？姐，你终于来了！他废了我，他废了你弟弟，姐你一定要帮我报仇，杀了他，杀了那个畜生！姐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师弟，好久不见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是我姐的师弟？清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我师父的关门弟子，论辈分，我该叫他一声师弟；论实力，整个骆家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。姐，我是你弟弟啊，他可是废了我啊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仗着骆家的名头，绑架他的未婚妻，下毒要挟，废了你，已经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手下留情。骆家少主的位置，换个人吧。好，依你所言。山田先生，戏看够了吗？还不走？是准备留下来跟我们竞标？陈涉怕是没想到骆家会帮我们吧？太虚观的竞标，你们短时间怕是凑不出这么多钱来抗衡。告辞。我现在觉得啊，什么都没有比现在这一刻更让人开心的了。来庆祝咱们拿下太虚观，那个骆凌天仗着骆家撑腰，嚣张的不行，最后还不是灰溜溜滚回京都了。还有那个山田龙一，朱雀姐怼他的时候脸都绿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绿的跟苦瓜似的。有我在，是不是安全感十足？那你说我们婚期定几号？谁要跟你结婚？你想得美！秦总，你不要啊，那我要。陈先生，他不要你，我要。喂，钱钱儿，你排队好不好？一菲不要，那也是先轮到我这个闺蜜。闺蜜怎么了？闺蜜就能插队？那当然，我跟一菲认识多少年了，你才认识她几天？都别争了，我吃点亏，都收了。滚！师姐，
这世上除了店主和他师傅，几乎无人能伤到洛小姐。能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，整个大夏不超过5个人。莫非是神社那位从不露面的神主？等时间醒了便知道了。他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人在他体内下了秘术，经脉紊乱。我需要先给他治疗，你先退下。是。热，好热。秘术里还藏了一道引子，这是催情类的术法，好阴毒的手段。师弟，救我！师姐，是谁动的手？没看清，他从背后出手，气息藏得很深。我只记得他的手指冰凉，不像是活人的温度。师弟，你们明天去太虚关，一定要小心。陈先生，要不要先把这里围起来，加强安保，以防神社的人？周瑶，你不用再装了，我早就知道你是周回安插在秦氏的眼线。周海死后，你又投靠了陈社，我们的所有动向都是你透露出去的。他们抓了我弟弟和我妈，如果我不照做，他们就会伤害我的家人。你家人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，店主念在你是被胁迫，没有主动作恶，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去吧，以后好好生活，别再被人利用了。是陈社的左右神使，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执剑人不过如此。剑都握不住，拿什么守护龙脉？起来，再来！再来，臭小子！去吧，接受龙脉的考验。跟我们走，陈社能让龙脉发挥真正力量，放下执念，你将成为万世敬仰的英雄。他说：“你们不配碰他。”原来开启龙脉的钥匙不在太虚观里，在你身上。装不下去了，山田，不对，该叫你神主吧。这么多年，我都戴着这副面具，因为每次看到这道疤痕，就会让我想起那天。龙脉封印着的东西，是我帝国崛起的真正希望。当年如果没有龙脉的阻碍，大夏国早已纳入帝国蓝图。今天，我来替那位大人完成未竟之业。陈浩，归顺我，我可以让你身边的人活命。抱歉，他说他不同意。一影巨蛇，制住他！我等了这么多年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，你也不例外。
灵脉，好，好，好，就让我亲手断了这灵脉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以前在外域过生日，不是在训练场，就是在任务路上，倒从没这么热闹过。在那儿嘀咕什么呢？宾客都快到齐了，主人家反倒躲在这儿。老婆今天这么好看，我多看2眼怎么了？之前你说裁决殿总部缺一套新的信息对接系统，我让技术团队做了定制方案，都在里边了。比起礼物，我更想要另一个答复。之前爷爷们定下的婚约，本来就作数，那个赌约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好啊，你们俩偷偷躲在这儿说悄悄话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爸妈终于同意我自己开设计工作室了，还说之前赶我出门是他们不对，以后全力支持我。多亏了一菲宝贝帮我牵线的合作方。是你自己能力够，工作室的方案做得扎实，我只是顺水推舟。陈先生，金海集团的转型方案已经全部落地了，以前的灰色产业彻底清退。接下来我们打算和秦氏生物深度合作，一起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园。以后啊，我就是秦总的商业盟友了。老钱要是知道你把家业打理得这么正这么好，肯定比谁都高兴。店主，黑金会残余势力尽数清退，陈设在境内的联络点也全部拔除，东南3省的秩序都已稳定。青木堂这边，金海商会的重组已经完成，秦总上任后各项合规规则都已落地，今年的招商规模比去年翻了2番。武神堂的侍卫已完成轮换布防，太虚观龙脉周围设了3层暗哨，不会再有任何势力敢来侵扰。这段日子辛苦你们了，都别站着，坐下来吃点东西。今天只有朋友，没有上下级。师弟，生辰快乐！师傅让我送来一枚新的玉简，龙脉已彻底安稳，接下来只需定期值守即可。骆家那边也已经传了话。日后玄门与裁决殿互为盟友，共同守护境内安宁。今天这杯茶，我敬大家，敬我们守住了金海的安宁，守住了该守的东西。以前我一个人走了很久，现在身边有你们，挺好。以后的日子都一起过。一起。